你换个房间睡吧，你现在和个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万一我兽性大发，你很危险的。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，只要能让你好受一些，好不好？你怎么这么烦人呢？你不还，那我还。要不要给你放热水，洗个澡会舒服一些？嗯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会投降。帮我？怎么帮？你提的任何要求我都答应。好，走，我去拿水。泡冷水容易着凉，先出来。你不要管我，这样才舒服。你要干什么？这就没那么冷了。你总怕给别人添麻烦，等走的有人，为你都替一下麻烦吧。
我知道，你刚刚说那句话只是为了气我。别演了，省掉中间的环节，直接进入最后一步吧。你不是要解气吗？来啊，我给你机会解气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不是说要跟我解气吗？来啊，现在吻我。来啊！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社会刚刚说要学林娟的话，一个字也说不回。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解气了，你滚到沙发去睡。你说开始就开始，你说结束就结束啊？哪有这种好事啊？啊？你忘了吗？你的眼泪只会让我更加兴奋。以后别在醉云城讲了。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，把自己队友当成工具的人，怎么保证他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这么对我呢？伤害你的人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现在这里很安全。刚才攻击我的那个人，很像今天那个大体老师，他诈尸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受伤了呀？
对不起啊，我已经给那个人打了强效镇定剂，没有和他正面接触，也通知安保科的人过去处理了。还有，又对我个小动作，别再有下次了。真是活爹。Geners 经常停电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停电。怎么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啊？应该也被切断了。李柱，李柱，是不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件了？20分钟前，他受到了不明男子的攻击，而且，这个男子很可能是捐献遗体的志愿者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已经……会不会是有人利用某种未知的手段操控了大体老师的身体？我去安保科找对策。所长在负1层的停尸间，你们快去通知他现在的情况。这里原先应该摆着100多具尸体。钉锁。钉锁，你也被大体老师袭击了吗？你被他们袭击了？已经控制住一个了，李柱也去通知安保科了。那里面的尸体呢？最开始是有2具尸体突然不见了，我就过来查看情况。
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幸亏我当时反应快，我这才躲过一劫。哎呦！这是 B 型感染者。你们不会拿这些感染者做什么秘密实验，结果玩脱了吧？他来吉内尔斯实习是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的。5年前 ，Affinity B 型的感染者首次出现了失控伤人的现象，因此组建了特殊管理局对他们进行管控，同时也展开了对他们体内病毒的研究。得出的结论是 ，B 型的 Affinity 能大大的开发感染者的体能潜力，让他们拥有惊人的破坏力。后来呢，政府就把这个群体命名为刃。Affinity 也让少部分的刃患有情感缺失症，所以就是感受不到，也理解不了爱和痛苦这些正常人的情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呢，他们出现反社会倾向的比例就比普通人要高很多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啊会发疯的，还会反社会。你看看，现在连自己的父母都……政府后来看中他们的能力，利用他们去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，来保护普通人类的安全。哎呀，但是刃呢，在任务结束之后，他很容易失控伤人的。他们一很兴奋的时候，体内的病毒载量就会很容易爆发，然后就会失控，一通乱发泄呀，最后搞不好就精力耗尽就死掉了。失控也是可以解决的，一定条件下 ，A 型 Affinity 可以抑制 B 型 Affinity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 A 型的感染者可以引导失控的刃变正常，不过必须满足2个人是不同性别这一条件。后来呢，这一群体也被命名为瘾，他们天然的吸引刃。那刃是怎么在人群中确认瘾的呢？瘾呢，由于病毒的影响，他们的血液啊、眼泪啊这些体液有很特殊的味道，刃的嗅觉很灵敏，它能闻得到。那瘾是怎么引导刃变正常的呢？通过体液的深度交互，一般称它为节气。比较常见又安全的一种节气方式呢，就是2个人结婚，然后通过夫妻生活呀，就是现在很多人通过跟瘾结婚，已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了。所以节气约等于正常人的结婚？不是，要比一般人的婚姻更加牢固。这是1对1的永久绑定关系。节气以后，病毒会产生排他性，从此以后这个刃只能被这个瘾安抚，这个瘾的体液也对其他人无效，他们会认定彼此。但是瘾的数量比刃要少很多，所以这些年 Geneers 一直在进行抑制剂的研究，来解决这个失控的问题。所以研发出来了。刚刚顾老师救我就是用的抑制剂，对不对？抑制剂是通过降低病毒的活性，使人从亢奋的状态中迅速镇定下来，但效果是暂时的。耐药性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变强，最终失效。所以就要一直改良抑制剂了。其实今天这些人就是试新药的志愿者，没有想到他们试完新药以后就死掉了。哎，这个新药的不良反应会不会就是造成呼吸暂停之类的，然后被误判为死亡啊？全保科那边安全。给你们讲个笑话，那些人看着脸，但是每次做药物测试的时候，都会叫得跟猪一样。想起来就好好笑。
真香！傻子也是。要这么开心啊，我也要听。来，想想就好笑。哎，肉糖给我一个，我还有一个更好笑的跟你讲。给。哎呀，生哥，听你说的，我今晚都想搞碗猪杂粥喝了。我给。嘘，不要发出猪叫。嗨，你们没死？哎呀，就是跟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嘛。不过接下来要弄真格的了，猎杀游戏正式开始。我听见这边有枪声，我看见有人往那边跑。南星，一之计都到手了。Nice， 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下，免得失控了自己人都干。我想想啊，接下来该怎么玩这些小老鼠呢？要留活口吗？发现瘾就留着呗，以后这里啊就只需要生活自由、快乐又团结的刃和瘾哦。应该是那群人干的。你们快看监控！他们不会是要去宿舍去吧？快找个电梯钥匙，接听他们，快！我好像不小心按到了和电梯的通话键了。他们过来了。监视探测仪。
是不是这条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来不及了，让给我！还来得及。体能这么差，脑子反应倒很机灵。年纪大了，拉尾巴。那敌坚持不了太久，他们得分头行动。我上去告诉大伙撤离，我们去卫星信号站，但是卫星信号他们切不断。让他跟你一起吧，我这边带个人很麻烦。行吧，龙宇，那你跟我一块儿。对了，电梯很危险哦，爬楼吧。54层确实很累，但尽量半小时之内完成。爬54层，也太吓人了吧！郭老师，我跟你一起去信号站吧，我保证不添麻烦。哎，旁边这栋楼是新建好的吗？对，新的交通站也在那儿，计划是下个月投入使用。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交通设施离开。要不，先一起解决一下这个密码。你在干嘛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就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密码的线索，没想到一打开，这些东西全掉出来了。原来这不是密码锁，是个传真机啊！特殊管理局是0409。应该是跳闸了。我去楼梯间的电房看一下，有情况你就大声喊我。顾老师被什么困住了吗？
跑！上来，抓好了。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。顾老师，要不你把我放下来休息一会儿吧？你肩膀上，你都看到了。所以说，你真的很麻烦。那边有声音。介不介意我先去把那些狗皮膏药解决掉？我会把你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一会儿。等我把那些东西解决了，再回来见你。冷静冷静，哥哥的消息不会有误的，谢心虚已经死掉了。那万一他也用了一些手段伪造了死亡，我又已经识破了他。一会儿他回来了，不行，必须逃出去。绳子还是不够长，不然跳下去。不行，太冒险了，万一跳下去受了伤，很容易引来那些刃。只能试一试，去对面的平台。在生气啊？我得用抑制剂解决掉那些人。你在旁边的话，我会分心的。而且，我肩膀被你开柜子砸到，我都没生气啊。你真的很麻烦。所以他肩上是被砸到的淤痕啊。那句话也只是在抱怨带着我很麻烦吧。得赶紧回宿舍区了。你要去对面那个房间办什么事的话，抓紧啊。所以，你刚刚一直在下面，静静地看着我，爬绳子吗？看你爬得那么认真努力，不忍心打扰你。
背后比较脏了。还是前面比较脏。嫌弃我要这么明显吗？这个天气穿了伪装，有点冷。不走吗？来了。哎呀，狂催我们在最近的电梯前待命，结果这破电梯还没修好，该不会让我们爬楼梯吧？哎，领导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不用他们爬楼梯嘛。哎呀，对呀。我去尹总他们，你用钥匙先回宿舍去，我会想办法拖上去找你们。哎，我还有几支抑制剂，相信我。谁呀，这么嚣张？站住！这是顾老师的抑制剂，那他岂不是？顾老师，你是刃？刚好，我也装的没意思了。好久不见。谢心虚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他4年前病死了。这是个秘密。之前那3个人绑架我，后来是你。你恢复记忆了？都怪那几个蠢货，居然敢盯上你，我只好出手。但是好死不死，你的味道害我一下失去了理智，吓到你了，几乎搞砸了我们的重逢。但好在你相信了独木菇汤的说法，这才让一切回到了正轨。你想干什么？是想骗我跟你结亲吗？